有些人的戏路偏好一路高歌，有些人则盼细水长流。雷夫·范恩斯就属后者，他并不常在主流电影演出，热爱挑战困难角色，但总让合作对象对他的表演赞誉有加。他演过3部奥斯卡奖电影，演绎版图跨足电影、舞台剧、配音，更自导自演的作品《看不见的女人》。而直至去年，他已经58岁，但作为一个花甲老人，他的颜值依然惊人，惹得网友都不由得惊呼，让他演伏地魔实属浪费演员的美貌。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这里是 Boogie 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雷夫·范恩斯的故事。1962年，雷夫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演艺世家，父亲是一名摄影师，母亲则是一名小说家。家中的7个孩子都在这样的艺术熏陶下长大，并相继走上了演艺的道路。作为长子的雷夫同样如此。他在8岁的时候收到了母亲送的《哈姆雷特》录音带后，便对表演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并借录音带其中一段独白，考上了著名的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成为导演雷利·史考特、老戏骨安东尼·霍普金斯和青年演员汤姆·希德斯顿等人的校友。他的首部作品是英国文学电影《咆哮山庄》，片中他饰演一名悲情的仆人。影片评价不错，但没能让他一夜成名。2年后，他接到了著名导演史蒂芬·史匹伯的邀约，参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其中他饰演一名残忍的纳粹军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研究历史，更在拍摄期间喝下13公斤的酒，创下一项吉尼斯纪录。而作为一名新人的他，也没有让众人失望，不但演绎出了角色的冷酷无情，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悲怜。他的塑造让这个本应该恨之入骨的角色，不再是一个符号派的反派。甚至大导演史匹伯都说，他对于电影拍摄技巧丰富的知识令我震惊，我没遇到过任何人对镜头与拍摄方式那么讲究。出色的演技最后使他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一夕之间，他在圈内站稳脚跟，也在往后的演艺生涯中成为好莱坞的反派担当。入围奥斯卡意味着片约不断，但他在这个时候选择回归剧场，演绎《王子复仇记》中的性感王子，借此他再度获奖，成为唯一一个因出演该角色而获得东尼奖的男演员。1996年，他重回大荧幕，参演电影《英伦情人》。他的角色是一个因为受伤而失去记忆的机师，同时他爱上了朋友的妻子，贝德的爱意如同火焰般折磨着他，而他将这种随时都有可能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的感情演绎的既克制又细节性十足。凭借这部影片，他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金球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在这之后，他跨界为迪士尼动画《埃及王子》配音，高低起伏拿捏正好的声音让他收获无数好评。2002年，电影《红龙》让他又回归反派的怀抱，饰演着有着兔唇、自小受虐的连环杀手，而雷夫也将人物所有的偏激都尽情表现出来。虽然没有获奖，但他被当时的影评家称为反派专家。另外，他永远保持着善良的本性。2005年，他在出演《疑云杀机》至肯亚拍摄时，因为受到当地的贫困环境震撼，便与女主角 Rachel 怀茨在当地成立了基金会，帮助他人。至今，他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大使。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成功吸引了哈利波特制作团队的注意力，而让他出演的角色同样是反派人物伏地魔。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他几次和原著作者 J.K. 罗琳商讨细节，就连拿魔杖的方式也特意设计出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姿势。他称，他希望自己能演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恶魔，让伏地魔的力量来自于挫折、恐惧和憎恶。努力总有回报，在他的演绎下，甚至不用开口，仅仅只是从眼神之中就能够看出他的邪恶和阴冷。该影片的导演曾透露，在电影片场有小孩首次看到他的扮相和表演后就吓到哭出来。虽然惊悚可怕，但这也足以说明雷夫的演技已经出神入化，就连媒体都表示伏地魔非雷夫不可。但其实在接下剧本之际，这位反派专家对伏地魔这个角色很排斥。他说，我对哈利波特一无所知，我既没有读过那本书，也没有看过其系列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但他的妹妹的意见改变了他的想法。后者告诉他，他的外甥们都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所以无论他之前演过多少反派角色，这个人物他都必须出演。因为家人们都很期待，因此这才有了经典的伏地魔。接到哈利波特剧本的同时，他也接受了007剧组的邀约。他饰演特工007的上司 M 先生，在有限的戏份中，他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此外，他也演过好坏参半的角色，比如2014年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他饰演一名大堂经理，他风流成性，但也保留着旧派的贵族情怀，对于酒店的服务要求一丝不苟。他守着一个已经逐渐消失的过时规则，但仍然保留着热忱，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他人。这个复杂的角色让他再次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作为英国演员的中流砥柱，雷夫认为表演是一切的根本，并且他只想演有挑战性的角色，而不是一味追求主流，让自己很快消失在大荧幕上。选角有自己的想法，选恋人他也很与众不同。就读于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时，雷夫便认识了大学同窗艾利克斯·金斯顿。不久后，他们正式交往，并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恋情。1993年，两人结为夫妻，但长久的陪伴还是没能战胜新鲜感。期间，男方出轨大自己18岁的女演员法兰西斯卡·埃尼斯，因此夫妻二人在1997年结束了4年的婚姻生活。回归单身后，雷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和新欢秀恩爱。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他和情妇因戏结缘，但那个时候对方已经是一名离异母亲，并抚养着3个孩子。出轨的新闻出来后，有人抨击雷夫的不忠，也有人犀利发言，相差近20岁的感情很难走到白头偕老。一语成谶，不顾世俗眼光，相恋了11年的这对姐弟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至于原因，也是男方出轨。2006年2月，雷夫被媒体曝光，他已经和一名罗马尼亚女歌手地下交往2年，期间他们多次在雷夫位于伦敦东区的家中私会。对此，他62岁的女友安妮斯仍然选择原谅。他说自己日益衰老，已无法满足男友的需求。虽然他对恋人偷情的事并不知情，不过对雷夫找其他女人的做法他并不吃惊，但男方却已经决定抽身，彻底做了个了断。于是在曝光后的第2天，他就正式与女友摊牌，并于当天晚上联合发表分手声明。至此11年的姐弟恋曲画上句号。知情人透露，在结束恋情的前2年，雷夫就已经与女友出现不和迹象。对安妮斯来说，一到60岁就感觉自己正快速走向衰老，她也认识到了自己和男友之间的年龄差别究竟有多么大。面对采访，她提到，我们讨论过很多问题，雷夫有很多需求，但我没有，因为我要工作，照顾年迈的母亲，还有尽一个母亲的责任，所以我没时间也没精力想那些。因此我们之间的问题很多，从而导致我们分居过很长一段时间。另一边，40多岁的雷夫也正遭遇中年危机，所以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就有了间隙。知情人还说，那段日子对他俩都格外艰难。事件曝光后，他们一直都没见过面，只透过报上披露的隐私和细节了解来龙去脉，对两人将来彼此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这事被公众传来传去，雷夫饱受压力和指责，所以他决定立刻结束与安妮斯的感情。这的确令人悲伤，悲伤归悲伤，但爱情还会继续。2006年末，有消息传雷夫与美国女演员艾伦·巴金正在交往。由于两人都很低调，所以这段恋情很少被新闻报道，究竟何去何从，只有当事人清楚。从话剧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几十年间，雷夫一直在将那些本属于另一个世界、本属于想象之中的人物带到人们面前。也感谢他的精湛演技，让我们能够隔着屏幕体会到另一种人生之间的悲喜。如今他已经度过了59岁生日，但仍然没有息影的计划，兢兢业业地为人们奉上精彩的演技。让我们期待他在往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里是 Boogie 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演员雷夫·范恩斯出演过很多成功的电影，比如著名的《英国病人》。但真正让大家记住他的，还得归功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反派大 boss 伏地魔。而这位伏地魔曾承认自己冷漠自私，离婚后他有过很多风流韵事，甚至还曾脚踏几只船。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雷夫·范恩斯的故事。雷夫·范恩斯出生于英国萨福克农村一个热闹的艺术之家，父亲是风景摄影师，母亲是画家兼作家。夫妇二人在7年中生下了6个孩子。雷夫原本想要继承父母衣钵，可自觉没有创造天赋，便选择了另一条艺术道路，当演员。1982年，雷夫考取皇家戏剧艺术学院，6年后加入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塑造了许多经典的戏剧角色，为日后向影坛发展打下了扎实的表演基础。1992年，他在电影《一个危险的男人：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出色表演引起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注意。史蒂文决定让雷夫扮演辛格勒的名单中的纳粹军官阿蒙哥特。雷夫也因这个角色获得了1994年第66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1993年9月5日，雷夫与女演员阿历克斯·金斯顿喜结良缘。他们是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同学，相恋10载。婚后二人在伦敦居住。接着雷夫出演了凯瑟琳·毕格罗导演的幻想片《末世纪爆潮》，他在片中饰演一名退职警察。1996年，雷夫接受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的邀请，出演爱情片《英国病人》中的一个因为受伤而失去记忆的技师。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能管他叫做那个英国病人。在这部以2战为背景的电影中，他狂热地恋上了朋友的妻子。他将这种激烈震荡到随时可能会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感情，又重新酝酿成为了带着隐忍克制之感的情谊。雷夫在电影中仅仅靠着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获得了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及第54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类最佳男主角2项提名。在拍摄完《英国病人》之后，雷夫一来声名越来越大，二来也越来越忙，三来他周围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导致妻子阿历克斯·金斯顿提出离婚。雷夫在和凯特·布兰切特拍完奥斯卡与露辛达后，于1997年10月28日和阿历克斯·金斯顿办完离婚手续。此后，雷夫爱上了比他年长18岁的女演员弗兰西斯卡·安妮斯。二人是在演话剧《哈姆雷特》时相识。弗兰西斯卡·安妮斯饰演雷夫·范恩斯的母亲，尽管外界不看好这段恋情，但他们在当时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彼此之间的爱。在这之后，雷夫跨界为迪士尼动画《埃及王子》配音，在电影《红龙》中，他又回归反派的怀抱，饰演着有兔唇的恶人。2002年，雷夫和一起出演《曼哈顿女佣》的女主角詹妮弗·洛佩茨被传绯闻，但最终詹妮弗·洛佩茨站出来澄清了这件事。接着，他出演《不朽的园丁》至肯尼亚拍摄时，因为受到当地的贫困环境震撼，便与女主角雷切尔·威茨在当地成立了基金会，帮助他人。至今，雷夫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大使。2003年11月20日，雷夫·范恩斯在 AMC 电视台的周日上午的枪战节目中声称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前3部《哈利波特》的电影。当时《哈利波特》系列已经火遍全球，电影也已经拍摄到了第4部，可雷夫却不感兴趣。所以当《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邀请他参与该片的拍摄时，雷夫并没有答应。那个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这并不适合，所以我愚蠢的没有答应，十分犹豫不决，并表示自己从未进入过哈利波特的世界。但他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妹妹玛莎·范恩斯商量了这个事情，而其他的朋友则建议雷夫不要接演这部电影。恰恰玛莎·范恩斯的3个孩子都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所以一听到雷夫接到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没有鼻子的伏地魔的邀约，立刻逼迫他接下这个角色。在雷夫的诠释下，这个代表邪恶的黑魔王有了一种舞台剧的效果，他过往的邪魅、扭曲、威灵全都融入其中，
哈利波特系列能有这么一个终极反派，也才能不失殿堂级商业片系列的风范。2006年2月，英国《每日邮报》、《星期日镜报》等媒体报道了一位名叫科尼利亚·克里森的罗马尼亚女歌手的爆料，她声称和雷夫·范恩斯之间已有近2年的地下情。这个大瓜让吃瓜群众睁大了眼睛。当时31岁的科尼利亚·克里森指出，雷夫·范恩斯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花心大盗，他曾和众多女星传出暧昧关系。弗兰西斯卡·安妮斯在他的心目中其实只有母性般的关爱。科尼利亚·克里森出生于罗马尼亚，并在英国居住了5年之久。他和雷夫相识于2004年2月，当时两人一起参加了在伦敦多尔切斯特5星级酒店举办的一场派对。雷夫对他一见倾心，并主动上前搭讪。科尼利亚·克里森说，我能感到他的眼光中炽热的爱意，他希望在派对结束后与我继续私人交往，并留下了他的客房号码。当他孤身赴约后，雷夫首先给他灌了不少香槟酒，随即发生了男女关系。此后的2年中，两人曾幽会30余回，并几番在雷夫位于伦敦东区的私宅内缱绻缠绵。而雷夫·范恩斯与弗兰西斯卡·安妮斯价值100万英镑的豪宅则在伦敦西区，因此弗兰西斯卡·安妮斯对雷夫·范恩斯的行为一概不知。经过近2年的地下情，科尼利亚·克里森决定揭开绯闻真相。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头脑逐渐清醒，我意识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他。他是个自私的爱情骗子，只想要我永远等着他，随时随地陪他谈话、拥抱、寻欢作乐。一想到有人会为他牵肠挂肚，甚至暗自垂泪，他那良好的自我感觉便会愈发膨胀。与此同时，科尼利亚·克里森还怀疑雷夫·范恩斯脚踏几只船，另有其他幽会对象。当人们翻出雷夫曾经接受采访，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落落寡欢、冷淡自私的人时，人们才开始反复思考里面的意思。虽然这次突如其来的桃色事件给雷夫·范恩斯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在其公关团队的金钱操作下，他安全过关。弗兰西斯卡·安妮斯也和他彻底分手，而在2006年末，美国媒体又爆出他和艾伦·巴金交往。而当时雷夫正在拍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投资公司怕影响电影的票房，通过经纪公司严令雷夫在其私生活上收敛一些。雷夫对外一直保持着温文尔雅的绅士形象彻底崩塌，而他也开始放飞自我，从此艳遇不断，但开始低调行事。在维斯安德森的邀请下，雷夫·范恩斯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出演一位神经兮兮但心地善良的礼宾部经理。他做什么事都喜欢来段冗长的诗歌，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遇上看不惯的事情绝对不忍，哪怕最后的结局是挨揍。如此人格分裂的角色，也只有演技精湛的雷夫·范恩斯才能完美胜任。正是有了雷夫·范恩斯这种级别的演员助阵，维斯安德森美轮美奂的购物镜头才称得上是华而有实。这个人物复杂的多面性让雷夫再次获得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主角提名。雷夫的才华不仅只在表演上，他也走上了演而优则导的道路。2011年奉献了他的导演处女作《克里奥兰纳斯》获得好评后，他再接再厉导演了《看不见的女人》，而他最受好评的导演作品则是《白乌鸦》。该剧讲述了苏联芭蕾舞巨星雷里耶夫的双性恋生活。雷夫·范恩斯在2002年11月接受采访时提到，如果 J.K. 罗琳或者华纳给他打电话，让他加入未来的魔法世界项目，无论多久，只要能回归，他都会随叫随到。由马克·米罗执导的菜单，故事设定在一个古怪的烹饪文化世界中，讲述一对青年的爱侣去往某孤岛上的一家高档餐厅，一位小有盛名的大厨为他们准备了豪华菜单，其中有令人震惊的惊喜。而这位小有盛名的大厨就是雷夫·范恩斯扮演的。据好莱坞内部人士透露，他肯定会因为这个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里是布吉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